就看一下这一局吧，毕竟你镜也只能用一次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现在红色方是先 W， 然后蓝色方是长牙滔博。 WE 上一把是用了盾山，可惜没能够拿下比赛。那现在盾山是要站到班位上去了。W 有一套啊，太乙真人没了。刚想说他们的真香啊，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组合。对 ，WE 的真香是专门用来打盾山的。那现在这太乙吃搬，盾山更要搬了，先搬一个苏烈。哦，滔博还是搬元辅，B 搬鲁班大师，那盾山是可以放出来。 W 就要做选择了，放了盾山。放盾山的话 ，W 阵容上有吃叉，但是没苏烈，有吃叉没苏烈，那就拿廉颇、张飞这两英雄其中之一去配吃叉去打这盾山。那滔博同样蓝手上的话，他的敖影还没有用，他可以敖影去应到对面的吃叉。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先选张飞。世上无人成功之事，我吃叉。 张飞加吃叉，这个阵容可能会缺一个英雄。你说关羽？关羽对，这个阵容的话，对抗路一般配关羽去打盾山这一套会好打一点。但是关羽在第一局里面 W 已经消耗掉了。一剑中，宁叫我负天下。敖影加曹操，这双边很强。是的。 不过需要一定的发育周期，他待会儿中野会拿的更强一些，在前期。然后狂铁，这把 WE 打野上要来野合。但是子怡的话，他目前在这个赛季玩到的野合相对是比较偏少的。子怡他玩那种拆火类的英雄会更多一点，就那种半坦类的。这局如果不是一个野合的话 ，WE 伤害不够，到中后期的时候，他得需要来个野合去撑他们。 撑他们团战的伤害，你不然你中路上，你得拿个大 C 吧，中路得来个大 C， 大 C 上面女娲已经用了，沈梦溪也用了，5，那就只能选嬴政。但嬴政伤害不一定打滔博阵容好用，人家是有盾山，而且还有个打野上可以出个弹野。 因为他们双边一个曹操一个敖影，这个配置上一般打野是出弹野的，在 WE 4楼把打野亮了之后是出了个圆弹，阵容非常肉，3前排，但是输出量目前看起来有点不太够。他中单位置上面要不就是火舞那种跟着冲的，火舞还不行，出火舞这个阵容就更加崩，只能拿嬴政，只有嬴政这样的大核可以做核的中路，才能够去托底他们这个阵容。就嬴政干将这种。 但难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滔博是有夏侯惇加盾山，是这样2个双前排在，它可以抵消掉你很多嬴政的这种长手的消耗。对的。所以这一局感觉 WE 的阵容乍一看是非常扎实、很肉的，但是这一局他们的一个输出量上面，相比起对面来说是有点单一的。这个阵容只能顺风，不能劣势。3前排也够他们去打顺风的，中路又是嬴政加圆坦。 中轴嬴政加圆坦加张飞，非常好抢线。是的，就去吃伤害就行。姜子牙想去烫这个有张飞的阵容，其实不是很好烫的，很难消耗。你烫一下，张飞套个盾，直接把伤害稀释掉，然后线权一拿，狂铁在边线上也是一个优势。吃叉虽然难受一点对敖影，但是他有嬴政在，有嬴政可以转线支援，甚至说可以打个换线，让吃叉去走对抗路打曹操，下路放个狂铁，一样吃叉在那边打曹操。 可以拿线权拿优势，狂铁在下路抗压就抗压，这样就可以让 WE 在前期围绕上半图去起那种推进的节奏了。是的，如果这样双边换线的话，但是重点就在于这把他们的一个中射位置是比较重要的，不能拖后期啊。是的 ，WE 拖到后期跟滔博这个阵容打不过，没办法瞬间把人家血量下来，然后一直被姜子牙在那烫自己多前排阵容去捡个双抗，捡个双抗呢，敖影和曹操。 在那边进场消耗上抽的就会很痛，所以对于滔博来说，同样的，我们聊到的就可能在于他们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所以他们不需要着急，他们可以就是前期先以稳发育为主，不要强行的去和 WE 在前面打对抗，因为你如果打崩了的话，你可能就有点炸掉了，你的红区会被不断的进，然后同时的话，你的发育周期会被无限延长，所以滔博前期还是要以资源的置换为主，然后尽可能拖发育。
这把的话，姜子牙的目的其实本来也是为了拿出来去多消耗一下你自己前排的状态的。这把夏侯惇在前期养的肥一点，多给夏侯惇吃点钱。这样夏侯惇在打 WE 这个阵容的时候，他坦度够 ，WE 一轮集火下去杀不掉夏侯。这一局要看一下两边在上一局的那种手法的博弈完以后，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因为这一局目前从对抗来看的话，是要以肉搏为主的，而且滔博的话前期不能再去像之前一样打得那么主动了，先以发育为主。而 WE 的话呢，目前他们需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在于他们整体的大场积分，因为毕竟他们手上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第2轮的大场积分，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小局连败。所以就看一下 WE 能不能够利用这样一套阵容，发挥前中期的强度来，然后让自己把这个比分去扳平。进入到双方的这一小局，蓝色方长沙滔博，红色方西安 WE。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全军出击！见面烫一下，嬴政就掉了个盾，海诺2技能马上再顶个盾，然后快速抢线，快速抢线，嬴政可以直接去帮上。对啊，确实 WE 他人均自己都还能再给盾啊。是的。所以他们前期是不怕姜子牙消耗的，就是在后期团战的时候，姜子牙这个1技能的对于双抗的减少，还是会有利于滔博打团的。先抢一个赤甲，再帮打一个劣质。嬴政经济可以多蹭一点，这把他得当河去玩。上路再帮狂铁过线，经济一起吃，一起吃，然后再拿空间之灵，再转回中路，带着打野在一起吃。滔博这边则是默认先把一些资源点给放掉，先发育，然后姜子牙这个时候也要跟着多蹭，得快点去存自己的经验球。老话说，身小难举气。吃他下路只能抗压的，因为对到敖影盾山是不好打的。闪现被逼一手，闪现交了。就养夏侯。姜子牙来了，打得很凶啊！这个双火再打上，昭觉的状态很低了。张飞给了口治疗，让昭觉上来闻一下兵线，把那个残血兵的收益给吃到了。夏侯有被动，想借着圆坦回一波，圆坦赶紧往后撤，但是还是要吃到一个双火的伤害。目前滔博的射辅压的是比较凶的。现在以夏侯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他在 WE 没把红莲斗篷和梦魇之牙做出来之前，都是死不掉的。很能扛。这波空间之灵就没有给 WE 机会了，然后下路压力给的很足啊，昭觉的发育环境很差。是的，基本上蓝和帆帆这个对线让昭觉的血量没有过半过，一直在这个半血差不多。夏侯现在对位有一个200的经济领先，又被卡掉一个兵，这样发育确实会有点受损。而且张飞也被锁住了，他得在下路帮这个吃他一起抗压。但问题是，如果他在下路的话，会发现他们的河道视野有点抢不过对面，那嬴政有点动不起来了。是的，就嬴政他就没有办法去利用自己的线权帮边线了。所以倒不如开局直接换个线啊，就直接刚刚说到双边换线，这样你可以围绕一路的优势去推。但现在双边都相对比较难受。要到4分钟了，滔博不急着压，先过来排这个河道的视野，把中右的长条草站住。嬴政龙团没梦魇，然后圆坦的话也做不出红莲斗篷。圆坦这个先做大腰带，是准备第一件掏个黄盾出来的。下路吃煞得回家，第一条龙 WE 是要放的。没错。嬴政是直接做传送阵下来帮忙保一下，滔博就直接开龙了。看看子毅要不要自己试着抢一下，算了，
回家先收蓝 buff 吧。主要没什么容错，但盾山直一波2闪被关键开团，第一时间上量给上，但治疗抬了一口，又是一个蓝侧面闪现过去接3火，完成了收割。哇，这波滔博的射辅配合相当完美，很果断这个开团。而且蓝和帆帆他们是拿到这套组合了以后，从对线开始一直压到了4分半这个时间点。明仔这波太不小心了，嬴政可是自己这套阵容里面的一个输出核心啊。但他刚刚就是被帆帆这边2闪开到，他虽然交闪现，然后加上烟给他抬了个治疗走了，但是蓝这边能追，闪现3火完成收割。下路的外塔滔博直接点掉。看到这一局的话，17人看好了长沙滔博，仅有1人看好了西安 WE。按照这种发育节奏往下走的话，是滔博很乐意看到的。他这个嬴政，就那个站位，其实张飞卡的那个点是看到盾山过来的。嬴政你要反应的话是反应得过来的，但是他没反应过来嘛，就给了这样一个机会。万龙，正常一个推进，嬴政给波大招，把线给清完了。现在蓝的发育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已经4000了。这波滔博要继续进攻蓝区。寒霜弥泽，吃叉是给到视野了，等队友过来。但一个4200经济的夏侯惇，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打得动的。夏侯惇将大招拉出来，一个趁机把蓝 buff 给带走了，然后盾山一个拆火，张飞大招吼是吼到了，盾山直接接走了。接一下夏侯，张飞转打一个遨影，但是没人跟他，光他不够，反而对面要开始留人了，就来找你的这一手张飞，持续挂上减速，减掉双抗。易安刚才给我感觉是他想跟狂铁配合，但狂铁那个距离跟不上，结果自己交了个2技能拍上去以后就没有位移能够走了。主要是 W 超阵容它是非常讲究围绕着嬴政开始去打的，但首先现在嬴政的经济它没有一个特别高的情况底下，他的反穿也还没有做出来。还有就是滔博现在红区在蹲这个位置，在打红 buff， 要拼城。又是夏侯惇，又是疏远的，疏远这个城是真的控的好啊，拿完就跑，也不恋战。这个阵容就慢慢打后期，打后期，姜子牙、敖影、曹操，打 WE 这个阵容后期很好打。主要他现在双边的发育确实不错，是的，对位都有1000的领先。夏侯马上也要把黄盾掏出来了。是的。那 WE 如果说他的嬴政只能在中轴利用大招去清线的话，其实这套阵容的战斗力就太弱了，已在中期经非常弱了。这个蓝区，滔博要继续打这个进攻，疏远成绩已经就位。这波嬴政还没有大招，吃叉只能先卡在一个前点，跟过来。这波是子毅拿到的，这波把 buff 先拉到草里面去打了，疏远没有视野。没错，想拼的话得交大招冲进去拼，但有风险。主要是现在 WE 哪怕把这个团战开起来了，他也有一点伤害不够，没有伤害。除非开到姜子牙，开到姜子牙的话能够顺杀，只是交完技能之后这个残局就不好说了。是的，中央的位置找到了对面的曹操，2抓1，这波伤害是肯定够的。这波曹操被嬴政和吃叉2个大招洗脸，没有闪现，被抓掉的话。对于 WE 而言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家里面红区也可以保一下，这个龙也可以拿到。准备先拿龙，但是对面是要先过来拼一下的。张飞大招吼，但是没有吼到对面的一手打野。侧面的话，敖影找到了一个机会，子毅控到了龙，然后队友再过来接他，就是激活对面的一手夏侯惇一张单拍过来，被动触发抬了一口血，但是嬴政这波大招扫满了，超杀2技能，之下跟了上去，盾山倒了，敖影大招往前飞，落地之后帮队友帮忙做一波拆火，姜子牙抬起来，对面全残。但是自家2个点已经倒掉了，还行，这波 WE 打得很不错。看到滔博有过来想要做对抗的想法，很果断的上去开团，最终又做了一个1换2。这2波碰撞下来 ，WE 都是赚的。对的。
主要是这波团前他们先抓到了5换的曹操，先完成了一个击杀，把滔博一个边河给抓掉很重要。曹操是他们这个滔博阵容里的一个收割英雄。姜子牙这把封神给到的是敖隐。回顾一下这波团，正常做一个龙团的博弈，夏侯想过去拼城，然后没拼到，一个大招先走了，但又被叱咤1技能给定在墙上，被动去打了一个团战。一开始重伤没挂上，所以夏侯用他的被动回了一口，但后面盾山带他走了之后，他又锁进去了，想要配合敖隐姜子牙去留人。要到10分钟了，各带远边线。蓝安这边是做出了3件套，夏侯也比较能扛，看到人就先往上撞。圆坦被耗得很惨，半血了，再被耗一波就要死了。这时候得小心，他如果再往前探的话，被姜子牙烫到，盾山可以直接背这个圆坦。曹操在下路带先露头了，嬴政大招先扫一波，也是同样压状态，谁都不敢先动这个龙，而且两边的阵容也确实不好动龙。是的，都只能围绕着龙做一个幌子去打架。看谁的消耗做得好。对的。叱咤现在家里拿个红 buff， 马上敖隐的红也要刷了，敖隐也要拿个红。不会先去摸龙的，还是依旧做拉扯。张飞的兵甲出来了。又是中右的长条草，围绕着嬴政、盾山这一杯未果，然后直接交了一个闪现过来，往后走。河道先让出来，让曹操先把下线过了，因为这套阵容相对来说滔博更灵活一些些。W 的话，主要是他们中塔一直守着，所以说嬴政这个点他还是可以发力的。这个蓝 buff 最好给嬴政，给了。嬴政大招好了，让队友在前点给他一些视野。互相踩，互相消耗，但是谁都不好开团。线来了 ，W 可以先过这个线，然后嬴政也可以直接给大招。两边阵容主要是在中路的位置都不太好打起来，但是 W 的消耗会更猛。是的。一个有蓝 buff 的嬴政还是3件套在手，这个阶段滔博的魔抗装还没成型，所以有些扛不住嬴政这个消耗，不想白白的去吃伤害。他要扛只能让夏侯在一个前点。嬴政大招，但这波没有很好的一个消耗效果。这效果一般，中线要被滔博先过，但是龙的血量 W 也压得很多。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张飞大招先好了，不管想要先 run 龙，拿到了这条龙，然后回头再反打，敖隐大招开出来，又往后走了。这边的话，子毅直接顶了进去，敖隐侧面飞到塔下，但是被子毅卡了一个落点，赶紧交了一个闪现。太肉了。有点挤不过去这个前排，这虽然说 W 的伤害也不够，但是你发现你在互相争抢视野的过程当中，你确实也突破不了对面的前排。现在滔博缺的装备就是在盾山少个魔女斗篷，然后敖隐少个末世。曹操做了个极寒风暴，肉搏装备。还叠了波冷却，想换龙，狂铁看着呢。要过来来不及，滔博已经拿掉了。想留人，但是被风魂击击退了一下。看一下嬴政这边大招是分割一波战场，然后侧面让狂铁去留人，碰到了一手对面的夏侯惇，集火过去，圆坛也先打，交了一个大招，夏侯惇想要撤出来，有点撤不出来了，要被留下。张飞大招也好，吼到了远端距离，碰到了一手敖隐，但是队友帮他拆了一手火，第一是没死掉的，回头想要去打这一手的狂铁，但是狂铁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大招也护了一手。那这波中一塔这个线过去，要把中路 W 的中一塔点掉了。这个中一塔掉，其实下一波等龙点刷的时候 ，W 就不能像现在产生这种消耗画面了。是的。可会江海。W 就这么慢慢打，一定得保护好嬴政，护着他。不换再找环境，但是发现面前这2个点切不进去啊，圆坦直接砸在里面，超杀只能给上，打波消耗就走。昭绝找到了一个环境，先打蓝一套。不敢贸然追击。
这把真的是得护着嬴政走。吃叉没状态了，这个红拿完得回家补一波。家里蓝 buff 要刷了，嬴政继续可以拿个蓝。滔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想过来给你点压力。草里面这波应该是被看到了，直接要来控蓝硬挤过去， buff，就是硬抢。把蓝给抢掉，嗯，再走一波。不让你嬴政拿蓝消耗。而且左边的魔抗也要慢慢补起来了，曹操还差一点，盾山也差一点。等魔抗起来了以后，嬴政消耗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这么好了。盾山背到，这是个狂铁，但是激活感觉能秒瞬杀。哇，这个 combo 接得漂亮，盾山背到了姜子牙的控制上面，然后打了一波完美的 combo 链，控的狂铁一个技能都交不出来，帆闪现帆苍穹全都交不出。是的，瞬秒。帆帆这2波开团开的都是很精准的，下路有线。蓝在旁边点2下，目的就是为了压高地，不用真的把团打起来，高地拿到。无患的装备已经成型了，帆帆魔女斗篷也有了。蓝安有末世，还要等个破军。等个破军，他都可以绕后找机会去秒嬴政了。这个团战肯定是先想着把嬴政给秒掉的。是的。嬴政现在大招扫上去也没有之前伤害量那么高了。对，左边魔抗慢慢叠起来了。而且 WE 他的中路1塔2塔全掉，这种情况下在河道碰撞起来，敖颖和曹操可以去计划如何绕后了。但就像我们说到的，龙刷了，这个龙点上面 WE 要怎么样保持阵型，是很重要的。现在曹操和敖颖都还在正面，那嬴政的输出环境是好的。黄铁也在绕，给点压力。黄铁挤到了红贝。正面对面一往前挤就得往后退，拉扯张飞大招一好配上狂铁进去，但碰到的是一手盾山，盾山直接举着蓝往后走了，回头继续做一波消耗，但是子怡这波顶的还不错，让队友找到是曹操，但是曹操直接闪现过去，然后反杀掉了超选手吃叉，再往前飞，嬴政这波大招的消耗还是相当不错的，大招扫得很满，子怡还在里面扛，而且呢顶2下，队友全部都护着明仔的这一手嬴政，但你会发现滔博这边夏侯惇也很能扛啊，盾山举他扛到了最后，硬生生扛了下来。1换3的团战，队友在后面被冲的时候，疏援的夏侯惇是一个人顶3个，对，扛住3个人的火力，然后等到队友把刚才那个人处理掉之后来接应他，有点打不动。吃叉不能这么去换的，吃叉也是 WE 这个阵容里的一个 C 位，他不能先手去这么跟对方换状态。不然全靠嬴政一个人打伤害的话，想造击杀是比较难的，除非队友能帮嬴政留人，队友帮嬴政留不住人，嬴政只能起到一个把人打残的作用。确实，刚刚 W 开起来以后，他自己的阵型也稍微有一些小割裂。是的，赤叉当然是想去切那个曹操，切曹操，想跟曹操直接爆了，但曹操留了手闪现，无患他尺度拿捏得很好，血量控制得很到位。有点把昭觉吊成翘嘴了，再整理一波，但昭觉这把确实压力很大。你说他正面去配合打吧，你打到这种盾山加上夏侯惇上，他也有点不痛不痒。都不敢先动龙，在 B 团张飞是有大招的。想先要打张飞的状态，张飞超个盾先走，给个行招减个速。看上路，曹操和赤叉又打起来，但是曹操这波闪现是还没好的，队友赶紧过来接应一手。张飞大招好，但这是个保护型的大招。看疏远一阵二段拍起来，狂铁吸一波火力。W 这波技能交的有点多啊，得先往后走了。那张飞的大招被打出来了。这样滔博视野站完，直接拿龙。这条龙他们是可以在上半图放完了以后再去拔起码1座高地的。文涛发现这一点了，他狂铁破军出来了，发现真没伤害。那这个狂铁砸进来，其实敖颖姜子牙也得小心一些、很恐怖，这狂铁对苍穹暗影战斧加上破军。
就他现在也是有一定战斗能力的。 2/3血就是这狂野斩杀线，没错，他就可以秒将 ZR 和 all in 的。所以滔博现在也要注意到这一点。暗影之境在中路放过来，磨一下中高，将子牙大招先卡，然后嬴政大招呢是去牵制一下对面，但这个线有点清不掉啊，杀伤害打上去有点不太透。侧面先去找你的狂铁盾山，直接2闪飞回来，这兵甲又是直接顺闪控制秒掉了，闪现都没能让对面放出来。 又这种完美的控制，那这样正面是多打少了。先举着熬一打消耗，而且有点扛不住。先找对面那一手吃叉，曹操这边消耗也非常不错。回头他打出来对面一手复活甲，中路是有兵线过来的，看一下嬴政这波大招扫的也还可以，但是兵线顶进来选择直接点水晶了，让我们恭喜长沙滔博3比1拿到了这个大场比赛的胜利，让自己目前在2阶段